20出岁的时候我看过一本书，它就是讲5个字，反正不会死。我会先想一遍它发生到最严重会怎样，只要我知道它最糟糕是到哪里，那我有了心理准备，我就不怕了。20到30岁期间，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身体力行，真的实实在在去做，然后你拿到的才是你的经验。每个星期我都一定会约2个到3个朋友一起喝茶，不是吹水而已，真的是深度交流。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停的。如果20到30岁你错过，你没有做这件事情，你30岁之后你还是会一样 blur 的。人生呢，它不是做菜，不是你要把全部材料准备好才一次过下锅的。年轻人最关键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一边做一边学，一边做一边学，不要怕跌倒。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Rain， 你能简单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Hello， 大家好，我是 Rain， Hey Preschool 的 CEO 兼创办人，主要是做2岁到6岁的幼儿教育。Rain， 你是几年开始创业的呢？我是在2010年的时候，22岁那一年开始创业的。然后呢，我现在在 JB 已经有了4间，我们的第5间会在 KL， 明年3月的时候开张。因为你是一直以来缅甸的4间，是明年会第5间，对吗？也不是，其实我在前10年的时候，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做的。我们是在 MCO 那一年，就是4年前，然后我才开始把品牌 rebranding， 然后呢发展到第4间这样。哦，就是你在头10年就只有1间，然后 MCO 就变成了4间，然后接下来就第5间了。对，所以到底 MCO 发生的事情，你经历了什么呢？MCO 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可怕的一个阶段，可是我觉得那个是我最感恩的阶段，因为 MCO 才开始为学校做一个很大的转变。我在过去10年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做，然后一个人做决定，一个人带团队，一个人决定课程 OK， 然后在 MCO 的时候就全部都 lock down 嘛，你可以想象嘛，就幼儿园原来有一天是不可以开的哦。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也是在观察，因为在 lock down 期间嘛，可是大家都在等我的决定OK， 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感恩，因为 MCO 然后我带入了2个我生命中很重要的2个贵人，然后我把他们带进来，然后他们和我一起就是打造一个新的品牌。所以那个时候我把我的学校重新做过 rebranding， 重新推出市场。这样我读一些资料看到你们的 preschool 现在其实是有一点有 playground 啊，是不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呢？是。其实我很好奇啊，这么 preschool 会 combine 跟 playground 它实际概念是怎样？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现在我们有1节，我们就在 MCO 的时候，我们开始转战进去 Top End Shopping Mall。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很感恩，我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朋友他是做 playground 的，然后呢我就想那不然我们就和他做一个结合，反正在 MCO 期间嘛，那有时候可能商场不能开，但是幼儿园是可以开的，那我们就这样一起就是一起绑定这样子。然后这个概念我们做了2年，我们觉得它其实非常好，所以我们打算在明年 KL 的第1间，我们就会以幼儿园和 playground 形式一起推出。那为什么会把这2个做结合？首先第一，他们时间需求就不一样了。平常星期1到星期5是幼儿园要上课的时间嘛，那小朋友们其实到处就算是外面的市场小朋友也去上课了，那是不会有人用到 playground 的。所以我们幼儿园孩子他playground 对他们来讲反而空间变得更大，然后他们上课的地方也变得更大，那这个对他们是优势。然后第二我们休息时间是在星期6礼拜嘛，然后还有晚上的时间，那这个时间也是外面的家长或者外面的孩子他们要找 playground 的时间。所以其实他们使用时间是刚好 match， 然后刚好穿插的。这样子一个 playground 它的面积大概是多大呢？我们是会用6000到9000square feet 来做 playground 和幼儿园。对，这样子。6000到9000方尺。对。目前大概有几间是这样的 concept？ 目前我们 JB 是1间嘛，然后我们是和别人配合的。然后呢，接下去我们在 KL 我们就会开始用这个模式，然后去扩展。
所以我们第一间会在真正完全2个都属于我们管辖的，是明年3月份会开始在 KL Cheras UCD。 这样 Rain 我很好奇这样市场上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同的 preschool 很多的幼教，这样黑 preschool 跟其他的 preschool 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早期我在10多年前做幼儿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幼儿园是比较流行在打曼，然后用角头的屋子做的，然后就是属于比较微传统式，然后呢慢慢变成 play base。到现在我们用 Hey Preschool 去推出市场的时候，其实我们更重视的是孩子他进入我们学校后，他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他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可以帮助他接下去上小学跟中学可以帮得到他们嘛。所以其实第一，我们跟家长的 connection 是很强的，我们会办一些讲座给我们家长，或者是我们会时常跟家长做沟通，我们就是希望家长可以跟我们一起做到合作，也教育孩子的同时也一起教育家长，对，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我们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要培育的孩子就是他是有独立想法的，他是独立想法跟他有信心有自信心的，跟最重要是他除了带走知识之外，他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因为3岁定终身，所以我才会在启蒙教育这么久。我们就是希望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给他们一些正确的概念，然后把他们训练起来，那他们之后上到小学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样 Rain 刚才你提到了说你在教育启蒙领域已经10多年了，对吗？这样我很好奇，其实你当初是怎样进入这个行业的呢？ OK，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跟很多人都一样，就是要找一份工罢了。我们就是想要找一份工，然后大概赚一点收入，然后准备等看之后要去哪里读书。可是那个时候我的姐姐她在一间补习中心就是教书，然后她就说那边要请人就问我要不要去。我讲好我去，可是我只做一下子我之后成绩出了之后我就要去读书的我不会在这里一直做的她讲 OK 啦你来。那个是 SPM。对，没有，我是宽中毕业，所以我是高3，所以18岁毕业，开始做工就19岁，对 ，OK。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去试试看，怎么着一做，然后就做这样久，就回不了头。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在那边遇到我的第一个启蒙，我的第一个恩师我的第一个贵人，对，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我在那个时候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然后这个贵人他教会我很多东西，然后就是甚至比我的同龄人，然后更教我们更多的东西，然后所以他让我的思维有一个成长，所以在他准备要扩展幼儿园的时候，他就给了我这个机会去做。我相信如果他没有在那3年的时间就是给我这一些培训给我这一些思维的创击我可能是不敢去的。对，所以我觉得他是我的第一个贵人我是人生的第一个贵人。其实讲到这边可能很多年轻人他们也是现在目前处于一种探索的一个阶段就可能在想我有什么兴趣我有什么 passion 呢？就因为你当时你进入教育行业，你说没有什么可能在等成绩嘛，可是当时的时候你对教育是有一个热忱的嘛？其实还好只是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今天这个责任交到我手上，那我就是很专注的把它做好。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每天都在研究怎样把学生教好，怎样教明白他们怎样才听得懂我讲我的把事情做好对，然后怎样跟家长沟通好这样，然后所以其实那时候也没有说是不是因为很热忱才去，其实是没有。那后来呢？现在呢？现在我很有初心。现在的话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带着我的初心，然后再创业，再做这件事情，再做教育这件事情了。因为其实我当初也是跟很多年轻人一样，就是没有目标嘛，就一直在探索。所以我也很幸运，我很早就找到我想要做这个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开始做，然后开始去研究，之后我的贵人就跟我讲，那你就也去招学生咯 OK， 招学生，然后慢慢的就招老师，然后我就招了之后就创业了2年后，我才发现其实原来我已经是老板了。
你可以相信吗？就其实过去的那2年，我觉得我就是接到这任务，然后我就去认真的把它做好不好？2年后我就原来我已经成为一个老板，在带着团队一起在做这件事情。对，后来呢？后来呢，因为我就很投入的在做嘛，就是每天都在想，怎么教好小朋友，然后怎么跟家长沟通，然后怎样把东西做好。所以慢慢做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耶，我就变得更有热忱了，这样子。所以你的热忱可以说是来自于投入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对对。这样可能很多现在年轻人他们在探索嘛，他们也是在想说 OK 我要找我热忱，可能我也可以去 try 的去投入一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做好。这样可是在你的经验来讲，我们要怎样去精通一件事情呢？我觉得最重要先练功夫，只要功夫深，铁杵它都可以磨成针。可是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的问题是，一看到那铁杵就觉得 this is mission impossible 所以他们就不想，他们就觉得这个铁杵这么粗怎么可以磨成针。可是我的概念不一样，我的概念是我一看到这个东西，我就要想办法把它磨成针，所以我会想尽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到这样子。要怎么精通一件事情？那我觉得首先你要先相信，然后你真的是要花时间投入里面，然后去找方法去做。当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发现做得很好的时候，然后你会找到你的成就感。你找到成就感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再往深入去，那你才会就是往里面走就是要经过磨练才能变得专业，这个意思。是，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就是可能要花1万小时定律。是，就你看如果我们一天我们工作8小时，那365天5年，365天的8小时，我们再乘以5年，你这样每天日积月累去练，其实你之后你就会变专家。好像我看到我看过的老师或者是一些管理层，他们到很专业的那个程度的时候，至少5年以上的经验，因为他们每天都不断的在往这个领域里面去做深。这样想问一下，你认为在你的角度看，你认为年轻人应该专注于精通一件事情呢，还是成为一个 all round 呢？就是所有事情都会呢？我觉得你要先学会一样精通的，然后你才来想其他的。如果你不懂得怎么把东西学精通，你都不知道那个方法，然后你觉得每个都要学，那你每一个都是半桶水而已。我觉得像 Nike 的 slogan 这样 just do it， 我们先做，然后做了之后，然后往深入去，先精通一件事先，然后呢其他的你就会就一起学习这样子。就好像先找到一个方法精通一件事情，再把同样的方法复制去其他技能这样。是。这样我们聊到这边呢，这样你其实觉得年轻人他们在职场上其实最常见的一些误区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懒惰思考。对，因为现在我们讯息很发达嘛，而且现在年轻人是从小就开始接触智能手机这一些，所以现在讯息很发达，基本上只要他们上网随便搜寻，都可以找到他们要的答案。那可是我们要知道是我觉得现在讯息很发达是帮助我们加速我们的工作，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去 present 我们的东西，而不是让我们找到答案了，然后就不用想了，直接交功课，或者找到答案了 OK 就直接没有经过消化，没有经过我们的过滤然后就直接去执行这样子。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点啦。然后跟第二个是现在有很多社会的词什么内耗然后可以躺平就不要奋斗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它肯定就不健康。对，我觉得要先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可能就缺乏这个情绪的管理，一看到这个不可以，然后就会开始可能抱怨，然后就会开始觉得这个东西很难我觉得不能做，这个哪也是我们做的这样。所以就会造成内耗，或者是一个问题来的时候就会收在心里面，然后一直磨，也没有真正把它解决这样子。可是我想说的是，现在其实没有一个角色，没有一个岗位是不辛苦对吧？
然后要让自己不要在那个躺平的状态，对自己要有责任感啦，这样子。就是当遇到困难，可能去想怎样找方法，是我去只是躺平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遇到一些困难，我们不管是在事业上或者是在职场上，可能是因为我们认知上的一些盲区啦。这样对你来说，因为当时候你在 MCO 之前，可能也是遇到一个困境嘛，你当时是怎样跳出那个框框的呢？我也很感谢我的人脉圈，我要感谢我的人脉圈，还有我身边的贵人，因为其实我想讲的是，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传统思维啊，传统思维是我们不把东西就是跟同行 sharing 啊，或者是跟同行分享啊，你知道吗？会担心可能人家会抄袭，然后等下他们学会了怎么办？可是对我来讲，我很感恩的是，其实我身边有好多是我同行的朋友，然后我们在 MCO 那段时间，然后呢，我们就会互相 sharing， 我们怎么做啊？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有几个月是没有办法给老师付 salary， 可是我们用很快的时间，我们就开始给老师付 salary 即使还在 MCO 的阶段。是因为我跟我的同行，然后我们一起互相要 sharing， 然后呢，第二种人脉就是非同行，OK， 非同行，可是他们在思维上给我很大的辅助跟撞击，还有 idea，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是要走出去啊，要多认识人，然后多 social， 不要每天只是躲在家或者家里和工作地点两点一线，那你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也没有办法的。你只可以从网络上找到一些答案，可是更重要的是，你的人脉里面人，他们除了可以给你方案之外，他们还可以给你情绪价值。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它是很好的 balance 来的。是，对。就与其遇到困境的时候是困在自己的框框里面，可能出去外面走一下，是要离开舒适圈。就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撞击啊。对。这样可能很多人他们也是会觉得了，就是成功很大的可能是因为运气啊，好像 Rin 你刚才提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有一个贵人提携，就帮助你，给了你很多教导，然后在 MCO 的时候你也有遇到贵人相助，像你认为你是因为运气才遇到很多贵人帮你吗？运气是要有的可是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是人品要好，因为你人品好的话，不管你去到哪里，你是一个有光的人，你去到一个暗淡的地方，它那里还是会被你滋养起来的。所以我一直相信，就是我要先把我的人品做好，然后再把我的技术做好。那今天大家来找我，或者大家可能贵人想要提携我的时候，他也知道要从哪里辅助我。所以我觉得是要先把自己做好，那个人自然就会来。这个也是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就觉得运气纯粹就是外在的。刚才你提到的那个运气，就是可能有一些部分的运气是外在的，这个不能，我们没有办法。当我们做好自己的准备的时候，当那个运经过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发现到你。是，然后当然你也要能够把握到那个机会啊。是我们如果你平常你只是家里和工作的地方两点一线，那你自然就遇不到这些贵人，对吧？所以我还是那句，应该要走出舒适圈，然后多去 social， 然后机会来的时候要把握好机会，是要懂得把握。对，这样我们来聊一聊关于你个人的啦。其实从小啦，你会觉得自己跟同龄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比如你跟你的同学之类。我很爱交朋友很爱交朋友，然后对每个人都会充满好奇心。对，我觉得这个是我很 enjoy， 然后也是帮助我一路披荆斩棘，认识不同的人的一个优势。对，如果你问我今天去一个活动或者去一个酒席，需不需要人陪？我可以跟你讲不需要，我一坐下去我就会有多9个朋友啊。哇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力啦，这是一个能力。对，很好你看，而且你刚才提到这个说起来可能有一点悲哀，就是好奇心这个东西啊，其实是与生俱来的嘛。不过到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到很多人慢慢被磨灭掉那个好奇心，就比如对很多事情啊就漠不关心，
或者是对一些知识，或者是对一些很多东西啊，就好像我不想要知道，少了那个好奇心啊，真的可惜啊。是我一直都觉得，如果人生我们来这一趟，其实我们就是只有短短的可能20-30年。你知道吗？那如果我们这20-30年，我们对东西都不充满好奇心，我就觉得我就是做工，然后在家休息。那我觉得那个你老来没有故事讲啊，你知道吗？老来没有故事讲，太平淡了。所以我觉得对每一个东西跟每一个人带着一个好奇心，其实你每个人身上都可以学东西的。每个人身上，不管他是做教育的，不是做教育的，他是同行还是不是同行，我觉得每一个人，即使是老人家、小孩 ，OK， 我们都可以在我们身上学到东西。这个好奇心，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阶段啊，它是带着我们的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对，保持好奇心，对，保持初心，对 ，Stay hungry 。对，然后你会很 enjoy 哦。像我因为我很好奇嘛，我对每个东西我会觉得，这是怎样，那个是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觉得每天都是新的，每一天我起来都是新的世界。很好哦，这个，所以我每天起来都很开心。对，像 Rain 刚才你提到了，就是一开始有一些贵人啊帮助的时候，他们有发现到你，这样其实当然你身上肯定会有某种特质啊，闪光点去吸引到他们。这样 Rain 你觉得你身上最大的强项或者闪光点是什么呢？我觉得我的协调性很高。协调性？对，其实我不是各方面都很强的人，但是我有一个很强的能力，是我可以把所有的人才聚集在一起，然后发挥他们。对， okay. 然后我可以协调他们。其实这也是我现在在公司里面的角色，我要平衡各部门这样子。对，这也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所以可能因为当我们在1间2间的时候，可能我们不需要跨部门去沟通，但现在我们慢慢到慢慢4间，然后呢，我们要在 KL 组织我们的团队了嘛，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会有很多是跨部门沟通的，比如讲可能marketing 它需要对 HR， 或者 operation 需要对 marketing 可能我们要做这一场 event 的话，那我们需要有人负责营销，然后有人负责就是做那个活动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有事就是协调性那一方面是挺高的，虽然我不是全方位都很厉害。协调也是很难的工作。是因为协调里面包含了沟通。刚好又是你喜欢的东西。对，我喜欢，我对每个人我喜欢跟每个人不同的人讲话，然后聊天去了解他们，然后再共情他们这样子。这样感觉你从我们刚才的聊天一开始到现在，我发现你很乐观。就感觉你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很从容的去面对。这样其实你这个乐观是怎样培养起来？OK， 以前我在我20出岁的时候看过一本书，那本书很简单，它就是讲5个字：反正不会死。OK， 真的，那本书它就叫反正不会死。书名就叫反正不会死。对，因为然后我看了这本书过后了，我就一直记得。所以当今天要做所有事情的时候，你看发生一个 case， 然后你很伤心，它也不会过，你还是要解决。然后你很焦虑，它也不会过，你还是要解决。那所以我每次一发生 case 先笑先笑就先笑，就好，我们看一下怎么解决。因为我觉得不管你怎样都要解决嘛，那倒不如我们 build strong 我们自己，然后去给我们自己多一点那个力量然后我们去解决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更顺利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反正这个东西我会先想一遍，它发生到最严重会怎样？会死吗？不会OK， 好，那我就可以去处理了。真的。所以每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先想只要我知道它最糟糕是到哪里，那我有了心理准备，其实我就不怕了，然后我就慢慢的用时间去处理。那因为挑战还是会有的挑战还是有，尤其是我们可能从3间开到4间，然后4间到要上 KL， 其实这个过程里面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困难。然后
但我是压力并享受着。我觉得乐观是一种态度啦，这个是支撑我一路披荆斩棘到现在这样子。这个很好。其实很多人当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多人会 overthink， 就是你可以用它原本的难度去看待它啦，这就是 as it is 啊，就是它是这样子的，你就这样子看它，但你不需要 assume 到这个东西太大。有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哇，这个困难很大actually after 1-2年你看到其实也还好。对，很多时候就是一种 overthink 啊。对，就是你想象了，哎呦，这个最难会需要怎样？worst case 你已经知道了吗？反正不会死。这样反正我要面对，我要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它。这个很好。是那个，我还是鼓励大家不要太内耗，因为其实你越内耗，你的身体就会呈现一些反应，可能你会失眠啦，或者是掉头发啦，然后可是这一些它并不会帮助你去解决更多的问题，它反而会局限你，然后更动弹不得啊。所以我觉得就看远一点，然后有时候会焦虑跟内耗的原因是因为实力还不够。这样实力不够，我们就反思回自己，我们就去学，到底我们还要学什么技能，我们才可以匹配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都是这样去思考的。所以我觉得要 enjoy 啊，压力并 enjoy 这样 Rain 啊，其实你觉得你人生中做过最关键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呢？做 rebranding MCO 的时候做过最勇敢跟最对的决定就是做 rebranding。因为我一直相信一个企业如果它要细水长流，然后要长长久久，它中间一定是经过很多次的升级的。像可能我拿我自己做例子，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自己在做的，就是我自己做决定，然后自己招生，我甚至以前是自己一家一户自己去派传单，那时候我还去到家长的家，然后去讲就是去介绍课程这样子。可是当我发展到一个阶段的时候，这个东西不 work 了。这个东西我再持续这样做的话，第一我会辛苦，我会内耗然后第二团队不会长大，所以呢中间我们就经历过就是课程啊，我们升级，以前我们是比较传统的就是我们就是在课本上的，然后呢之后我们就升级到我们去新加坡学习，然后去台湾学习，然后呢我们就带那些新的课程跟 play base 的课程进来，然后过后呢我们又在升级，那我直接跳到 MCO， 那我到 MCO 的时候我是大升级如果我没有大升级，可能那时候我就不存在这个市场啊。这样，所以那时候我的大升级呢，我是把我生命中很重要的2个人，然后呢带入进我的公司，然后开始就招牌啊那些，我们开始做更新嘛。然后来到现在的升级是什么？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把每一个部门就是 setting 的很明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要先把东西稳定下来，然后呢先给最基本的就是培训那一些。然后到现在呢，我们是已经把我们各3大部门setting 好，就是准备 KL 这个市场，迎接这个市场，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一路我都是经过不同的升级来到现在的。那我觉得其实你们也可以的。如果你们觉得我就是做这个东西，然后做了2-3年，不行啊，市场不能了，我是不是再换？那你会经历一直重新的打倒，又从零开始，打倒又从零开始，那是很浪费时间的。对，应该是把你下定决心，你说我就要做这个公司，然后可能我就是要做教育，你就让它升级。只要与时并进，那我们在市场上就可以活下来。然后我们还可以带给市场就可以解决市场的需求，让市场需要我们这样子。就感觉你提到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在于当很多人可能他开始遇到瓶颈，他觉得这个已经不能继续下去，我再重新来过，就每次都是 start from scratch 啊。这样可能也是因为maybe 你现在好像你刚才提到实力不够，可能认知不够，所以可能需要多一点交流啊，多一点我们去打开我们的思维认知那方面。这样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于读书看书，其实也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去提升我们的这个认知思维。
这样 Rain 你本身有看书的习惯吗？有，这是我的第一个贵人给我的最重要的那个什么最重要的建议啊。这样我觉得书本这里像可能很多年轻人其实可以从心态的书籍开始。我觉得几种书是我都会一直在不同时间去看的。然后心态的书籍，稻盛和夫的活法和干法是我这么久了我还是很印象深刻然后很喜欢的。如果你不知道你做工是为了什么，那我会鼓励你们要去看干法这本书。稻盛和夫把它讲得很好，工作是为了什么？工作是为了磨练我们自己。你知道吗？工作不是只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磨练我们自己，然后我们通过每一个挑战，然后我们再去进阶，然后你蜕变。就好像我刚刚讲的，我们的企业需要经过不同的升级，对不对？我们也一样，我们要通过不同的反思，然后呢磨练，然后去做不同的升级。所以我觉得心态的书本是需要的，因为自己的心态如果够好，那我要怎么说，就是自己的思维肯定不够，我们需要借鉴不同人的优秀人的思维，这样。然后跟工具书也是需要的。工具书就是可能你是在教育领域，或者你是在美容领域还是可能你是在 digital marketing 领域，然后这一些书籍一定要一直去研究跟加深，保持你的热忱的。对，不然你很久不碰的话，你会忘记你会想，哎呦，我做到这样辛苦做什么？你知道吗？可是当你一直研究，你有一个目标性，然后一直去研究跟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领域真的很好玩，然后我还想再挖深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停的。然后跟第三种书是我也是鼓励年轻人也是要列入你的那个什么书单里面的。对，就是跨领域的书籍。像马斯克这样，我是很喜欢他讲的，他是海量阅读的人，他可以一个月读60本书那种，你知道吗？然后可是他阅读的不只是自己领域的，也不只是心态的，还有其他领域的。这样子，所以我们不是只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我们还要借鉴很多不同领域跟技术。然后你不知道可能在哪一个时间点，哪一个过程里面，你可以把这些跨领域的东西可能融进你的现有的领域里面，知道吗？这个就是启发，这个就是启发来的，这样子。这个也是一个突破认知的地方，对，突破那个框框，可能在不同的领域那边，可以借鉴或得到一些灵感一些启发。对，接下去未来嘞，打败你的一定不会是同行，我是可以这样讲，是吧？这样你有没有哪一些小习惯是你觉得对你帮助很大的吗？我每一个星期一定会约2个到3个人一起喝茶。每个星期？是，每个星期一定会，就是从我开始创业开始到现在坚持。因为可能有很多人是就工作完然后就回家，然后就休息，对吗？可是对我来讲，每一个星期最少一定要约2个到3个人做交流。那为什么呢？第一个是我在我的工作环境里面，可能我会跟可能有一些市场最新资讯我是不知道的，你懂吗？然后可是我在做交流的时候，我在喝茶交流的时候，我可以得到新的资讯。OK， 然后我不会跟市场脱轨。跟第二个东西是要经营关系。我觉得所有的关系都是需要去经营的，不是我们不是我们可能我们认识了OK， 我们很谈得来 OK， 然后我们的空时我们再联系我觉得所有的感情都是需要经营的，包括可能我们和同事之间的关系，我们和一些朋友关系。我有一些朋友他不是做商业的，可是像我讲的，他们身上还是有东西可以给我学，他们也会有他们的人生感悟，他们也会有最近遇到的事情他们可以跟我分享。所以我每个星期我都一定会约2个到3个朋友，然后去做聊天，不是吹水而已，是真的是深度交流。这样子维持了10多年。对那当然也是性格啦，因为我喜欢我喜欢交朋友嘛，然后我对每个人都很好奇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优势哈也帮助到我。对，这样子。那么 Rain 一路以来
有没有哪一个建议啊？别人给你的建议是你觉得对你帮助很大，有很大的影响的吗？简化服务项目。简化服务项目 OK， 以前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啊，我们 OK 应该这样讲，过去的10年我们都是因为我一个人做决定嘛，所以的话没有这么多头脑跟我一起想。然后那时候就是这个也要那个也要，这个既要还要再要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的第一间是很复杂的是我们什么项目都有，比如讲我们有到8点半到12点半的嘛，然后呢我也有8点半到2点半，我也有8点半到6点半，就是小朋友来读书的时间段很多，还不用紧，因为家长就会，因为我们有很多新加坡做工的家长，然后他们讲他是可以早一点来嘛，我们8点半才上课哦，他们5点就送来哦。然后我们讲好啊可以，我们帮你哦 OK， 所以那个也有。然后有些家长是我新加坡回来真的是很迟，9点可以吗？我们6点半放工，可是我们想好了我们帮妈妈，然后我们就顾到9点，哎呦，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是我们当然我们有帮到一些特定的家长，但是他很难建造一个真正的体系做复制。所以我在 MCO 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砍项目，然后我把东西做简化一点，就是从3个时段做成只有2个时段，可能有早上跟有早来跟顾迟的，然后我也砍掉。这样的话我的团队还比较容易复制，然后他们也他们在当然还有在教学上我们也是有做一些变化，所以我们全部都让东西变得简化。这样我才能够，这样我们才可以把每一个程序复制下去，大家才懂怎样学比较容易学。以前我自己的思维可能我做得到，但是我要复制给我的老师的时候他们做不到，他们讲这个太难了。对，所以现在我们都是把它我们要扩展的这个期间，我们就是把它都做成简化跟统一。对，它必须要足够简化才能变成一个 SOP， 对，能够传授给人。对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有点像 franchise 餐饮业也是这样啊。如果你们的企业真的要发展，那简化项目是必要的。你简化了，你才有办法做 SOP， 才有办法做 KPI。对，是这个很重要啊。是。那么 Rain， 我们来聊一下了。其实你觉得20到30岁的年轻人，其实他们是在缺什么呢？我觉得在这个大数据时代里面，他们缺乏独立的思考。对，独立思考跟对，因为现在大数据时代嘛，然后你网上可能你很随便，你就可以找到很多资料，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如果20到30岁的年轻人，我觉得是你们要去分析哦，你们要分析这个资讯是不是真的对我有帮助，还是这个就当做一个笑话看过就算了。因为20到30岁期间，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身体力行，真的实实在在去做。我们先想清楚我们想要往哪一个领域去，确定了这个领域之后，那我们就要身体力行的下去研究，亲身去做，然后你拿到的才是你的经验。如果20到30岁你错过，你没有做这件事情，你30岁之后你还是会一样 blur 的，你还是会一样很迷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可能在网上看到很多东西，你不要照单全收啊，懂会去思考，去 process 一下。然后很多东西可能不要只是听了，要去 try 去做才会发现到，这个跟我得到的资讯跟我 process 的东西是不是一致的？是，如果不一致的话，再去反思一下。是，还是要先做才知道。对，然后最重要的还是要去交朋友。还是要去交朋友，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自己的思维，即使你看好这个书，如果你觉得你本来就是不 buy 这个思维的，那你也不会把它真的记下来的。可是当今天有经历过的人跟你讲的时候，你就这个好像很重要哦，这样子。对。那么 Rain， 我看你其实我觉得你很有自信谢谢。你觉得自信心这个东西帮助你大吗？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我应该这样问，你会想跟一个没有信心的人聊天吗？而且我讲的是长时间的聊天。对，可能你问他什么，他就这样子，就你会
感受到这个人可能他没有过多的想法，或者是他的想法他不敢去表达。OK， 可是你知道人与人之间啊，我们的相处跟那个最重要的撞击就是 ideas。我表达我的，你表达你的。我最喜欢就是这个 topic 出来，来，你有什么看法？然后你讲你的看法，你讲你的看法。那我不一定我要照单全收，可是我通过你们看法，我又可以 process 我的看法。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玩的过程。因为工作上最重要的是那个火花嘛。然后我跟我的2个 partner， 我最开心的是我们3个时常会有一些火花，你知道吗？就怎么会有这个很特别？原来也可以这样做。我们会看到一些可能 unexpected 的东西出现，你知道吗？然后而且反而是做我更好的，可能我们预计只是做到level 2，怎么今年我们这么棒？我们可以经过不断的努力跟火花去到这么快，我们今年已经到 level 3了。OK，这样，所以我还是觉得有没有自信这件事情，这个是一定的。如果你没有信心，那你在你的领域里面也不会做得好的。这样对于那些比较缺乏自信心的朋友了，这样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有什么建议？先做，你做了之后你会有感受，比你躺平还有感受。你会有感受，你有感受你就会想要表达，你才会有内容表达。当你开始有内容表达的时候，人家才会想要跟你聊天交流。然后当你开始发现我好像我做，然后我表达，我做，我去表达的时候，我好像有一些收获那你就会开始 enjoy 这样子，我觉得一定要身体力行先去做，然后做了你要有感受，你才会有想法，你才会有 content。这样子。有很多人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可能还是很会 social， 但是没有内容，是躯壳，是空壳，不是躯壳，是空壳。我觉得这个也是无效社交。虽然我一直讲要去交朋友啊，去社交，可是我讲的是有效社交。然后有效社交的前提是我们是有想法的，然后我们有 ideas 的，然后我们跟你沟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产生火花或者产生内容的。那这个才是有效社交。这样其实你本身是Johor人嘛，这样其实你觉得啦，年轻人留在马来西亚还有前景？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前景是很好的，因为其实政府它现在已经是蛮重视在教育这一块，所以其实一直跟我们以往比起来就差好远咯。以前我们传统的嘛，然后现在的话政府还重视了，然后他就会鼓励更多的人去读幼教系，然后更多不同的专业人才会出来。所以只要有政府的推动，其实这个东西我还是很看好的。然后跟第二个东西是，现在其实马来西亚很多中小型企业在崛起，也有一些真的是做得很不错的。那这一些都需要人才。都需要人才，所以只要你是人才，只要你很精通一件事，然后你一直不断的去磨练自己，其实你在马来西亚你去找到这一些公司出来，你还是会有你的发光点的。因为可能因为我还是讲回去，马来西亚它已经是马来西亚是发展新的国家，所以这里的机会是越来越多的。可是如果可能像我们在Johor，可能新加坡已经是发展成熟的嘛，那可能那边的发展就会比较局限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情况。杨瑞呢，最后了，有些年轻人可能他们现在正处于可能职业上或者在事业上的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了，他们在做这一些很重大的一些抉择，这样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我觉得人生它不是做菜，不是你要把全部材料准备好才一次过下锅的。其实我觉得年轻人最关键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一边做一边学，一边做一边学，不要怕跌倒。像 Nike 的 slogan Just do it Just do it， 你没有磨练你是感受不到，你讲不出那个味道的。我还是那句，我们还是先去闯吧，然后先去磨练，老来才有故事讲。